你坐了我的凳子。哦。何香，拿帕子来，把凳子好好擦擦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脏啊？我嫌凳子脏啊？不就是我刚刚坐过吗？你知道就好。哼，伊小姐，坐吧，坐了之后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啊！你干嘛？哎呀，完蛋了你！你吸了我的气啊！你不再是冰清玉洁了。娘，你怎么这样对我的孩子啊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到我们家来撒野？你太欺负人了！你明明是他欺负我的，你是出了多少了？不就一张凳子吗？来，姨妹妹过来，来坐我的，过来，来，姨妹妹来坐我的，坐着啊！哎呀，这么好的天气，还顾得上生气？快吃个枣，不生气了啊？你看生气小脸都不漂亮了啊！千红，哎，没事了啊，来，别生气，我们这边坐。你也真是，跟小孩生什么气？千红，你今年多大了呀？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就被卖到院子里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多大。巧了，我也是没记事儿就被家里人扔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多大。我们都是苦命的人。哎，既然同病相怜，那我们就认个姐妹吧。这有2根草，一根长一根短，谁要抽到长的，谁就是姐姐。抽呀，抽呀！你的长，你是姐姐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妹妹了。一妹妹，这是我新认的姐姐，从今往后你见她也得跟见姐姐一样啊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这2叔4叔当家也快1个月了，我听说啊，这2叔已经焦头烂额，4叔也是天天叫苦。哎，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？不回去才好呢。一点儿都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咱们每天什么心也不用操，就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该分的银子1文也不少，多好。我这1个来月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光是吃喝说笑睡大觉。哎，嘴里已经长了泡，脚底也长了鸡眼，头也晕，眼也花，反正哪都不好。我的少奶奶，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春杏儿，我呀就是个贱命，就得要累着苦着，被人骂着埋怨着，我这心里才舒坦。那你也别着急了，说不定过几天2爷4爷熬不住了，就会回来求你了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就怕我重新大权在握的时候，这赵大人已经让人入股机器织布局了，我就彻底没戏了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得有个什么事儿，让2叔4叔早点向我低头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千红，少奶奶，千红，哎呦，你怎么还叫我少奶奶呀？一时改不了口。其实我是特地过来，
想谢谢你的。谢我干嘛？我知道你认我当姐姐是给我面子，让那些小姐太太别瞧不起我。你呀，就说对了一半，我也是另有私心。什么？我这辈子也是孤苦伶仃长大，我是真心想有个姐妹，高兴的时候一块高兴，不高兴的时候能一块说说话。但是你不嫌弃我的身份吗？我能比你高到哪儿去？行，那我们就做一对好姐妹。好姐妹，姐，你和韩三春就别走了，留下来陪我。哎呀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反正我没想到去哪儿。再说，你现在是我妹妹，谁敢再拿脸色给我看啊？你那么厉害，把人家巫医都给吓哭了，谁敢拿脸色给你看呀？哎，谁让他嫌弃我？姐，这有时候吧，我还真要劝你两句，你说话做事还真得注意点儿。我怎么了？就比如你这打扮，打扮？我打扮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但就有点太好看了。你说我的打扮，你过来。我还要说你的打扮呢。你的衣服多久没换过了啊？你这样子怎么可能吸引到男人啊？你别忘了啊，我是个寡妇。寡妇就寡妇呗，寡妇不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吸引男人啊？你是我的妹妹，我才会这么劝你。第一，别把自己当寡妇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二，有机会不当寡妇，千万别放过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呀，你看多漂亮啊，又年轻，你真的要为那个吴聘守一辈子寡吗？多不划算啊！那你得学学我，看过，吃过，这辈子啊才算没白过啊！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刚刚说的话，你自己琢磨琢磨一下，啊？我走了。韩夫人慢走。这个千红也不怕被拉出去陈塘。嗨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你会像他说的那样吗？不会。天儿天月，备笔墨，我要作画。哎，画画，少爷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泽，今年你是怎么打算的？继续攻读呗。还读啊？乌泽啊，你已经老大不小了，总这么考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还是想想别的出路吧。我现在一个人撑吴家3院，确实吃力。要不，回来帮我做生意吧？周莹呢？周莹跟我赌气，什么也不管。你四叔又是一个帮不上忙的人，我身边缺人手啊。爹，我想再考1年。我怕你不是这个命。再考1年，若还考不上，我就认命。行吧。爹娘早点休息。小妹，啊，给爹娘请安。是啊。啊，大哥。你最近见到他了吗？啊，见到了。那他……小妹，他呀，现在脑子里面都是在想怎么开这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事儿，其他的还来不及考虑。哦。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小妹。等织布局办成了，此事还能再议。快去请安吧，我回去了。老爷，这是少君娘今天送来的。什么呀？这是高林冷家大公子的八字。这是金娘杨家3公子的，是个读书人。这个是富平赵家的儿子。冷家的这个呢，比吴姨大3岁，人又非常的老实踏实。2个人的八字呢也合适。将来如果我们2家结亲，生意上也可以彼此照应。吴姨也不小了，17了，该嫁人了。行啊，这一切你来操办吧。谁要跟我过招？来，哥哥，活动上了，要不要来2招？好啊。哎，哟呵，还行，功夫没撂下。怎么着？上街去还能挣到钱不？能。哎，要不咱们父女俩一走了之吧？现在走啊？吴信也死了几年了，东院也不缺钱了，你对活的死的也都有个交代了。再说了，吴家那2个老的也不怎么待见你，现在不走更待何时？少奶奶，少奶奶，福来，怎么了？你猜谁来了？谁？图尔丹来了。他在哪儿啊？二叔把他请到了六船厅。哎，我也去。张管家，张管家，少奶奶，哎，你不能进六船厅啊！为什么？我们老爷正在见一个重要的客人。我知道图尔丹嘛，我朋友。哎，不能进啊，少奶奶。二爷四爷有话说，你以后不能进六船厅了。这是什么混账话呀？佟老板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4弟吴卫全，吴家的中院归他掌管。涂老板幸会。幸会。周莹呢？
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周莹已经不是吴家的大当家了。不是大当家，还不能见人吗？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他的身份不宜抛头露面。是。我已经走了几千里路，就为见他而来，他却躲着不见面。不让我进，我还偏要进。不能进，不能进，真不让进！拦住他！你给我拿来吧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账本，不让我进啊！那我就一不小心扔水缸里了。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这！二爷四爷传令，请东院少奶奶到六船厅见客。这让我进，我还偏不进了。团蛋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周隐，一日不见，像个秋天。哎，兔儿蛋！哎呀，好像是几百年没有见到你们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见你。那我们进去聊吧。哎，别，我没资格进那个厅，我们就在这儿聊吧，正好晒晒太阳。来，坐。好，行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最早明年才会来。哎，是的。但是我对我自己说，我必须早日去陕西，去泾阳，我要去看周隐。所以我就把我其他的事全部退后，提前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。哎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说了算。真的？当然。哎，那如果我要让你花很多银子呢？我的银子你随便花。说定了。说定了。但是周隐，我刚听说你不是吴家大当家了吗？啊，是。我都是冲着你，所以才把所有的生意都给你们吴家。所以如果你不管事了，我可有点不放心。其实我吧，我经常也……涂老板是这样，周莹呢，她不是不管事，只是管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。但是你的生意还是归她照看的。好，那行，我们一起来敬涂老板啊！欢迎，谢谢，好，欢迎，哎，涂老板，来，涂老板，这一次来我们泾阳，打算停留几日啊？谢谢。我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而来。如果成功了，多留几日；如果不成，马上就走了。不知涂老板是什么事儿啊？不妨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吴家还能帮上忙呢。是啊，你愿意帮忙吗？愿意啊。可一定要说话算数。哎呀，这一点你放心，我们情商说话向来算数。是的。那我可就说了，周隐，这次我到泾阳是专程为你而来。为我而来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还没有娶妻，你可愿意嫁给我吗？抬上来。
周银，你来。二哥，这这2万两黄金是我的诚意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真正的薛莲吗？这朵薛莲是我亲自去天山顶上为你采摘的。就为我一句话？不，为我对你的一片心。老四来了。涂老板，这里面可能有误会，你还不知道周莹的身份吧？她是我们吴家的寡妇。我知道，她的丈夫很久前已经去世了。知道你还……但是现在她没有丈夫，我也可以做她的丈夫。这简直礼仪尽废，毫无廉耻。周莹，你嫁给我吧。我现在脑子很乱。弗兰，给我酒。快！涂老板，你请回吧。吴老板，不是你刚才说愿意帮忙的吗？请您帮我劝劝周银。二哥，你真要帮他？我哪知道他让我帮的是这忙啊！我知道，这是件大事，你不需要马上回答我。反正我在金阳还要待上几天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我幸福和开心。我要想。那我就等着你回答我。酒喝够了，话说完了，我走了。把这臭路西瓜拿走！老四，二哥，应该立刻把他赶走。老四，我们的吴家的生意全靠涂二蛋，千万不能随便得罪。得罪了又怎么样？二哥，你看看，你们几个听好，刚才的事情一律不许外传，都散了吧。王世军，你过来。二爷，找几个人把这镜子看好。是。周莹啊，你们也先回吧。刚才的事情怎么处理，我们回头商量。走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你觉着呢？答应他呀。为什么呀？
一出手就是2万两黄金，那比沈家可有钱呐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你还是想把我给卖了。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好，咱就说这朵花，人家爬了这么高的山把它摘下来，又大费周折带到泾阳，就这片心也不容易啊。人财两得，这是多美的事儿啊！四叔少奶奶，宴席这么早就散了？啊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别动，这是图尔丹的一颗心。这事儿，周莹的态度呢？他既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夫人，这事儿非同小可，你得赶紧找二爷、四爷好好合计一下。臭钱一话啊，给我招蜂惹蝶的，把老吴家的脸都丢尽出去！还客客气气把他送走。老爷啊，又骂谁呢？都骂。要我说呀，你骂也白骂。周莹啊，真要是想嫁人，你们谁也拦不住。哎，嫁谁嫁谁去，还真以为老吴家没人了。我说老爷，我说句实话，人家周莹把生意做成这样，已经对得起你们老吴家了。她真要是想改嫁呀，反正我是说不出一个不字来。愚昧村夫，愚昧村夫！你干啥去啊？找二哥。真是个老倔头子。那还了得呀！周莹如果有节操，那就应该当场拒绝。可他偏偏含糊其辞，让涂尔丹继续存有念想。周莹也不是名门杰女，只不过是一个江湖艺人出身。前几天还和一个从善的戏子拜了姐妹，还谈什么节操？老爷，东院夫人来了。大嫂，老二，老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嫂啊，你别着急，我正在想办法啊。你请坐。哎，要不你跟老四发个话，跟那涂尔丹断绝往来，再也不准他上门。哎呀，这恐怕不行。现在吴家的生意全部仰仗涂尔丹。哎，你想挣人家的银子，人家可惦记着你的人呀。如果你大哥还在，绝不会让人家这样欺负。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想一个妥善的办法，既让涂尔丹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，也不至于得罪他。二嫂，哟，大哥还在啊？老四，你要给我们东院做主。哎，你放心，啊，大不了跟这个涂尔丹咱们一拍两散。老四，你别动不动就说这话。如果真和涂尔丹散伙，我们三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二哥，你怕得罪涂尔丹，我可不怕啊！我不是怕，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。而且这件事情的关键不在涂尔丹，而在周莹。对呀，只要周莹的心定了，那涂尔丹就是搬一个金山来，也没有用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再跟周莹谈谈这个守节的道理。和周莹谈守节没用。不过周莹对吴聘倒是情深意重，也许从这个角度能让他有所醒悟。毕竟吴聘也走了好几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先弄清楚周莹是怎么想的。吴一不是和周莹挺要好的吗？这样，
让我女儿去探探他的口技。哎，这行。易小姐，哼。哼，我听说了，嫂子。哟，你也来了。春杏儿，拿些茶来。你会离开吴家吗？哎呀，我现在心里乱得很。你真的要嫁给那个图尔丹吗？我一直把他当朋友，当生意搭档，我从没想过嫁给他。那就好了，那你还乱什么？可这是2万两黄金，就是20万两白银。有了这些钱，我那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办起来了。一个机器织布局，难道比你一辈子的幸福更重要吗？我们作为女人已经够苦的了，如果嫁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过一辈子的话，那还不如去死呢。你呀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当然不愿意你守一辈子的寡，所以呢，我支持你去找男人，但是要找的话，要找一个自己爱的。如果不爱，别说是黄金1万两，哪怕把金山送给你，你都不能嫁。不嫁？不嫁啊。但是如果你喜欢他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把他抓住。怎么抓？你要抓谁啊？哎，伊小姐啊，你就算了吧，就乖乖等着你爹娘把你塞进花轿。你呀，不像我们这种女人，天天想着怎么把男人抓住。哟，姨妹妹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心事，你告诉我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。高陵冷家托人到我们家来提亲。哦，就冷家那个老大？好像是，可我从来就没见过他。我倒是见过一次，跟他们家谈生意的时候，人还不错，相貌堂堂，人也正直。不，我不喜欢他。你都没见过，凭什么说不喜欢？很简单啊，他心里有另外一个男人。千红说的对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喜欢谁了？你知道？我知道。他救过我。赵大人，他不好吗？好，很好，就是太古板了。他呢？他对你呢？大哥问过，但他忙什么织布局，现在无心婚配。姨妹妹，我倒是有办法可以帮你。你回去啊，鼓动你爹，同意我投资那个机器织布局。只要机器织布局办起来了，赵大人就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，而我呢，也不用嫁给图尔丹了，这是一举两得呀。哎呀，你们拐那么大一个弯，累不累呀？哎，我是你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，我现在喜欢你，我就是你的人，以后别再跟其他姑娘好，那就完了。你少说两句，你看看，都把他吓成什么样了。
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在春风十里，要是看上哪个客人的话，那就赶紧了，慢了一步，其他姑娘就下手了。我们现在谈的不是春风十里的事儿，不也是男人和女人那点事儿吗？啊？周莹要投资，爹阻拦。不行，我得去找爹谈谈这件事情，利国利民，他不能阻拦。谢谢哥。你谢我干什么？哦，原来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兔儿蛋，不够意思啊你！什么意思？都来到泾阳了，你不先来找我，我还是听别人说你来的。哎，我是要找你，只是我有另外的事情要做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干嘛匆匆忙忙的呀？我跟你说，泾阳这个地方啊，好吃好喝好玩的可多了，我可以带你去逛。你要想去西安也可以，哎，去京城都没问题的。啊，我这次要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事情没办完，哪儿也不去。什么事情啊，那么神秘？哎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。你不能，我不能。哎，在泾阳这个地方啊，没有我们沈家办不了的事儿。就算你能，你也不会帮我。兔儿蛋，咱俩是兄弟呀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说出来我一定帮你。你说。我不能说。哦，不把我当兄弟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这个。那不是你就说，你快点，你别让我着急，你快说快说。说啊！啊！我要向周莹求婚。不是什么？我想娶周莹。你想娶周莹？嗯。不是，周莹，周莹，周莹哎，她是我的女人。周莹不是你的女人。我知道，但我的意思是，她现在不是我的女人，她以后也会是我的女人。现在她不是。我知道她现在不是。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这么说吧，我很喜欢这个女人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。对啊，那你不能那么做。你喜欢我就不能喜欢？如果你能让她幸福快乐，我不会打扰她。而且你喜欢是你的事，但是她不喜欢你。兔儿蛋，你怎么知道周莹就不喜欢我？她现在可能不喜欢我，她以后一定会喜欢我。以后的事谁知道？我现在就是喜欢她。男人喜欢女人最大的真诚，就是向她求婚。我哪儿做错了？你没做错，你做的都对。我跟你说，从这顿饭开始，咱们俩不是兄弟，永远不再是了。走！是你让我说的。现在你要跟我绝交？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少奶奶，少奶奶。少奶奶，沈家二少爷求见。
请他进来。是。周英，你是不是答应要嫁给图尔丹了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千万别答应他，千万别！这凭什么不答应？人家可是送来了2万两黄金来。那我出3万两黄金，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我？我讨厌你，我不嫁。我出5万两呢？不嫁。10万？不嫁。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嫁。行啊，你爱嫁就嫁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甭管你这辈子嫁多少次，总有一天，我让你1文钱都不要，心甘情愿地嫁给我。少奶奶，没事吧？为什么图尔丹说送2万两黄金给我，我会感动？他说送3万两黄金给我，我却那么生气。也许沈少爷和图尔丹在你心中的分量不一样吧。娘，这么早啊，杏儿？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什么事儿啊？娘，我看上了一个姑娘，你帮我去跟她提亲呗。终于想通了？我早就想通了，只是咱们家平时生意不是太忙了吗？看上哪家的姑娘了？是吴家的。吴家？虽说不是吴家东院的，毕竟也姓吴。虽说他堂哥也死了，但是一想到月生，我这心里还是……不是娘，你说谁呢？你说的不是吴家西院的吴一？不是他。那是谁呀？娘，你还记得以前咱们家有个丫鬟，我本来打算收了她了，没想到让她给跑了。记得，那个把我气得胃痛了好几日的丫鬟。就是她。她？哎，你看上的不是吴家的姑娘吧？怎么又变成一个丫鬟了？是她不是吴家的丫鬟，她是……她离开我们家以后就嫁给了吴聘了吗？什么？那个寡妇？绝对不行！娘，我真的很喜欢她的。杏儿，你从小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但这事儿绝对不行啊！你现在不去求亲的话，她真的要答应嫁给别人了。那谢天谢地！娘，当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娘什么都能答应你，但是你要娶一个寡妇，还是吴家东院的寡妇，这事儿绝对不行！娘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如果说我这辈子娶不到她的话，那我就终生不娶。杏儿，杏儿，琥珀琉璃，你去问问老爷现在哪里，让他尽快回家一趟。去看看老夫人醒了没有。周莹呢？这我们2位都到了，他怎么还没来呀？四爷，已经派人去请少奶奶了。今儿把他箱开走，见那我就来气。怎么了？少奶奶一早就出去了，
去哪儿了？去拜访图尔丹了。看看，送上门去了，这太不恪守妇道了吧！老子！都是我想的惹的祸。哎呀！图尔丹说的那些疯话，周莹怎么想的？二爷，这等事情，少奶奶是不会和我们说的。周莹，接下来呢，我准备去布哈尔汗，那个地方地处偏僻，现在还非常的荒芜，所以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打通那里的商路。那太好了，你愿意帮助我吗？没问题。哦，好极了。这边请。请。我还想说，这条商路呢？我上个月给你的茶叶就是这种，都是同一片茶山采摘的。嗯，不错。我给你的价格啊，比这标价还又便宜了20%。啊，这么便宜？不过他们是有条件的，明年还从他们这里拿货，比今年至少多500箱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。啊，那好，如果我不要那么多呢？明年你不是要打通那个叫布哈尔汗的商路吗？一定会大量消耗茶叶，说不定500箱不够呢。周莹，你真是料神如是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丝绸。嗯。哎，一会儿你进去之后就大骂我一通，怎么都不行，怎么都不满意，然后你就摔门而出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。没问题。请，涂老板。哦，夫人。哎，涂老板，你看看这家的丝绸，这家的丝绸是我从几十家丝绸世家里面优中选优选出来的。这也叫优中选优吗？这是卢家出的，这品质品牌都不比曹家差。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，我只要曹家的，你还想做我的生意吗？你要不先看看？不看。走吧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我骂你？我不挨2句骂，怎么能帮你省下3000两银子啊？他们同意降价了吗？还送了一块上好的手帕，让我擦眼泪用的。周莹，你真是冰雪聪明啊！进去看看。夫人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我发给你的货吗？对。呀，因为我记得我给你发的货都是正张的坯子，就不是这样鸡零狗碎的。这叫鸡零狗碎？嗯，这叫款式。你好好看看，我把你一整张坯子剪裁成时下最流行，你看这帽子、坎肩、披风，我费尽心思把你一张坯子卖成2张坯子的价钱，你还嫌弃鸡零狗碎你？好，我错了，你是对的。一会儿多罚你3倍。哎，行行行。哎，涂尔丹，前些日子我和沈心怡发给你那些土布都卖完了吗？已经买完了。
你再发给我一点好吗？我要是再发土布给你，那就是害你了。哼，为什么？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周颖，姐，这洋布怎么样？嘿，很不错。其实我以前试着买过洋布，但是价格太贵了。那个时候价格是现在的7、8倍，所以根本卖不出去。但如果是现在的价格，肯定能卖光。那如果只是这现在的价格1/3呢？哈，哇，还有这样的洋布吗？有啊。哈。二哥，咱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下去了啊！我的好二哥嘞，你说句话呀，咱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了。你让我再想想。想，啥事都是想，还想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吴家闹出大笑话了。别着急，你不急是吧？好，你在这坐着，我急。叫几个人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市面上有比他们便宜的洋布吗？是，不过现在还没有。那什么时候有吗？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器织布局，那就有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生产洋布吗？是。现在陕西机器织布局正在筹建当中，官府负责订购机器，并且给予税吏的优惠和保护。只要我们能出资20万两白银，就可以占股80%。这就是你昨天说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商量？是，我是非常看好这件事情，但是我没那么多钱。土二蛋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入股吗？周银，如果你愿意嫁给我，你别说20万两，就算200万两，都随便你花。土二蛋，我相信无论是在中土还是在新疆，肯定有不少女人想嫁给你，你何必要看上我呢？因为你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人。可我是个寡妇啊。那又怎么了？在我身边人的眼里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，是个灾星。你身边人的想法我不管，我只知道，在我眼中，你是我的最美的雪莲。土二蛋，别这样行吗？哎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土二蛋在迪化从来都是自由的雄鹰，但自从你来了迪化，又离开我，我就失去了我的自由。我吃饭、睡觉，甚至做生意的时候，都在想着你。哎，我本来准备9月来看你，但是我实在等不及了，而且沈心也会惊讶了。他看你的眼神，跟我看你的眼神是一样的。说实话，我怕你被他抢走。周颖，
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这事太重要了。周莹，你嫁给我吗？四老爷，闪开！四叔，侄儿媳妇儿，你该回家了。我和涂老板在谈事情呢。现在二哥是大当家的，有什么事儿，请涂老板给二哥谈。可我们谈的是私事儿，私事儿也要跟二哥谈。跟我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哎，放开他！胡老板，我们吴家的事儿，我不希望你插手。四叔，你这是干嘛？胡老板，这儿是泾阳，走。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谁也别想当着我的面把周莹带走。周莹是我们吴家的人，周莹是我的人，我谁的人都不是。四叔，我若真想改嫁，就凭你，你拦不住我。我是你的长辈，我管你是天经地义的。周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身手，我喜欢。赶紧把它烧了，免得外人笑话。四叔，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，你拦不住。赶紧把它烧了。涂尔丹，我是个爱钱的女人。你这么富有慷慨，我真的很想嫁给你。我原来的计划是，我先答应嫁给你，把你的2万两黄金骗到手，入股机器织布局，我再跟你反悔。但是我去世的夫君告诫我，不能以偏取财，更不能骗信任我的人。所以我必须跟你说实话，我不爱你。你不爱我，是我不够好吗？不，你很好，你豪爽、磊落。如果早10年遇到你，我肯定会哭着喊着要嫁给你。那为什么现在不爱？爱一个人需要用心，而我的心跟着我的夫君一起埋进了黄土里。你就算娶了我，娶的也是一具躯壳，你还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，可是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我如果要嫁，一定要嫁一个我爱的男人。我不想骗你，也不想骗我自己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不会跟你入股，还会停掉所有的生意。涂尔丹，公事是公事，私情乃是私情。
你何必要混为一谈呢？因为如果我还跟你联系的话，我怕我的心太痛了，我必须忘掉你。可你刚才已经看到了，我是你最好的搭档。如果你不跟我做生意，恐怕你会有不少损失。我不担心，我的钱够了，但对你们吴家就损失大了。哼，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银子就可以威胁我们吴家。周莹，你嫁给我吗？就算是为了我的银子。周阳，咱们赶快走吧，大不了咱们回去过穷日子。托尔丹，我知道你并不是想用银子来威胁我，你只是不想委屈自己。是，我也一样。我明白了。四叔，回去吧。那你呢？我也回去了。